朋友们好，欢迎来到 Dr. Stella 美国农家乐。今天我们一起来系统的学习一下葡萄夏季修剪6个步骤。6 steps to trim grapevines in summer。不少朋友看了我这个冬季修剪葡萄的视频以后呢，都给我发消息，希望知道一下夏季应该如何进行修剪。那夏季的葡萄修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夏季葡萄修剪的主要目标是疏通枝条，让这个里面空气流通，从而减少疾病的发生。然后呢，因为疏通枝条以后呢，它这个总共的养分会全部供给到已经在长葡萄的这个长果枝上面，那么葡萄就会长得又大又甜。夏季修剪葡萄，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是抹芽，也就是说，葡萄从地上上来大概50厘米左右，下面所有的生出来的新的嫩枝都要给它剪掉或者卡掉。那么我这2个葡萄呢，因为在这个初夏的时候我就已经卡掉了。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果树，就是给大家说明一下什么叫抹芽。大家看这一棵呢是我的李子树哈。这个它不管葡萄树啊、李子树啊，或者任何一种水果树，它从地面上来这一段基本上这50厘米这一段，我们是什么都不让它长的，让它的营养供给到上面的枝叶上。那么它往往会长出这些小枝条来。我留了2个没有剪，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抹芽。那么这个时候这种长出来的这些新的芽点，你看这些都是新的芽点，都给它去掉。如果说用手弄不掉呢，就用剪刀，但一般这些出来的都是些嫩枝哈，都是很容易去掉的。还有这个也是一样，这边也要剪掉所以就等于说这个下面我们都不让它长任何东西。夏季修剪葡萄树的第2条原则，剪去不长果的枝条。如果说这个枝条哈，你看一下它这个出来哈，比如说像这一条，如果说它完全没有长果，那就要把这个枝条剪掉。因为到现在6月中旬了嘛，它这个长的葡萄都已经长出来了。如果说它现在是没有长果，就说明这个枝条是没有用的，是一条这个无用功，所以呢又把它剪掉，这样子的养分就会供给给这个正在长果的枝条。大家看这个枝条，这个枝条上完全没有果，对不对？没有果，所以在主干这个地方，这一条是主干。这个大家要看我冬季修剪葡萄的视频非常清楚。那么它就是在这个主干上，T 字形的主干上，一根一根侧枝长出来的。这个完全没有长果，整个给它剪掉。这个也是无果枝，剪掉。这个小的也剪掉。夏季葡萄修剪的第3条原则，修短长果枝。什么是长果枝呢？就是长了葡萄这个长了葡萄，这个也长了葡萄，这些枝条就是长了这个水果果实的这个枝叫长果枝。那么这个长果枝呢，我们不能让它无限制的长下去那么什么原则呢？就是这条长果枝上面我们留16片左右的叶子，其他的就可以剪掉了。先看这一条吧，它都已经长到地上去了，这么长，你看，我没有剪是因为我等着拍视频呢。那这一条是不是？这一条从这儿过来是吧？它其实每一撮大概就有7、8片叶子嘛，所以差不多到了这里就可以剪了，16片左右。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边就是叶子开始比较嫩了嘛，那么在这里呢就可以给它剪掉了，所以剪的你看这么长。好，我们再来看这一片，基本上你可以判断一下，这边比较老，这比较嫩的叶子16片左右剪掉。夏季葡萄修剪的第4个原则，绑枝。就是说这个枝条一旦它长得比较长了大概40、50厘米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绑上去，要把它固定住。
那么固定呢？这边我有铁丝的嘛，如果大家看我冬天修剪这个葡萄藤的视频就很清楚了。这边有2个铁丝，可以用什么绳系都可以。但是呢，我自己发明了一种比较好的这个钩。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做的这个钩。这个是我自己做的支葡萄架的架子，扣子。这个自己做，首先它比较柔软，不会伤枝，而且自己做的话也很便宜。在视频的最后，我会教大家怎么做。来看这一颗枝，这颗枝呢，这边给它托住，就像这个样子。那么这个东西就这个样子，然后这样子去把它托住这个枝，然后呢，弄到这个，就是这样拖过去，然后呢，弄了这个枝拉住就好了。刚刚把前面4步都做完了，然后我突然发现，大家看，这个是什么？这就是芽，我没有看到。你看，这些都是草莓啊，这个葡萄藤，然后这边你看一个芽点从这边长出来，所以抹芽，这就是抹芽。居然我这个里面藏的没看清楚，都是绿的，还好被我发现了。夏季葡萄修剪的第5个原则：剪去须须。这个葡萄藤上面的这个须须它实际上是非常吸收养分的。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对它进行一下清理。看这个须须，剪掉，须须剪掉。葡萄修剪的第6个原则，也就是最后一个原则，就是再看一下最后再看一下。然后呢，每一株上面呢，基本上最好让它长1串葡萄。如果现在那个葡萄相对来说很小或者说一株上面长了太多串的话，还是要修掉一点的。或者是再看到一些什么枯枝败叶这个时候也不多或者说还是有一点密再梳一梳，等于说是做一个最后的调整。每一条这个长果枝上面它一般都有2串葡萄。那么我看它这长得还比较健康，像这一株上面我就让它留着了。像这一株上面长的1串这个还挺好，让它长。可是这一株你看，它其实虽然也长2串，但是长得都比较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决定了，去掉1株去掉1串。那么为了它这个另外这个留下来这1串呢，能够长得好一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剪掉1串，说明它营养不太够，它这一枝只能长1株。还有这边你看，就是说这个上面这个枝，其实这个我给大家剪下来看这是它自己就是这么一个枝，然后它长了这串葡，但是这个葡萄长得实在太小，你看跟它比，所以的话这个就肯定要去掉了，把它梳掉。好的，现在我来跟大家分享如何自己制作支葡萄枝的架子。首先剪一条这个铁丝，4个 inch，4 inch 长，用老虎钳剪下来。然后2边把它2头做成弯的，弯过来，是不是2头弯过来了？然后呢，这样压下去一个 V 字形，这就是一个可以加葡萄藤的一个夹子了。下面我把这些都做完。最后再给大家介绍2种比较好用的绑带或者是绑扣。一个呢是这个 twist and tie， 那它这个呢就是说你拿下来很方便就说你拿一下，然后它这边就是这么 cut 一下，就随便你要多长多短这样按一下它就下来了。那你去绑一个什么，然后就这么弄一下也很快这个也很快，绿色的好看。另外呢，这个是特别是绑西红柿的时候爬藤的东西，它这个扣比较方便。你就是
这个就是说一个枝和那个绳就这么咔嚓一下，那它就绑住了，而且它可以重复利用，整那个枝都枯了，还可以收下来，然后下一年继续用。这个一大袋也挺便宜的，没几块。我推荐的这几种，在我的视频的下面都给了大家一个产品的说明，大家可以自己买哈。感谢观看，欢迎订阅 Dr. Stella 美国农家乐 Happy Garden Healthy Life。